大家，我是奥博，住了4年，我终于可以开窗户了。一开始住进来，我不敢开窗户，是因为青埔的生态很自然，对面都是杂草，而且小虫很多。原本建商给的窗户啊，网格很大，而且折纱底下甚至会有小缝。没有注意就会有虫溜进来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这几年青埔一直在盖房子，虫呢虽然变少了，但是粉尘变得超级多。开窗户的尘土真的很可怕。你们看，没有洗外墙的窗户上面的尘土啊，我真的要吐了。虽然呢，我家每个房间都有空气清净机，但是因为四处是工地，我常常很想要开窗户通风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。而且房子装潢好，也来不及再装全热交换了。这几年啊，爬文我一直看到防霾纱窗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是智商税，所以没有深入研究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和朋友还有邻居聊天，他们都说装了以后，落尘真的改善很多。我就开始心动。前阵子呢，我刚好收到 NBC 防霾纱窗的邀约，但是毕竟要装在自己家，也不能就这么随便同意。于是我就上网比较了一下市面上的防霾纱窗，觉得 NBC 确实比较符合我的需求，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。那细节我们就后面再说。你们一定会想问，纱网这么密集，会不会影响通风？怀疑是智商税的我，当然也这样问了。答案是不会，但是半信半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等安装好，一起来做实验。其实啊，我本来只想装厨房那一扇。因为煮饭的油烟大，我最常开的窗户就是那一扇，要通风把油烟排出去，或是也可以说那一扇窗是我家里唯一会开的窗。但是经过专业建议，更换纱窗啊，想要全屋通风有感，尽量呢都建议以全室更换为主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开箱，全屋换了2个月的防霾纱窗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智商税。这2个月来，我觉得家里闷热，就会开窗通风，落尘也明显变少。这一点呢，从扫地机器人拖地的污水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就算不开窗，你每天进家门开门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落尘进入。而且啊，我现在开窗的时候，室内的空气清净机也是正常运作。没有突然强力作动，窗外的风景也看得很清透，甚至在拍测试影片之前，我都没有洗过它。用了2个月，摸起来也不脏。现在还没洗哦，等一下录完我才会去洗它。在换纱窗之前，我有想说做个测试，所以我已经先换了家里空气清净机的滤芯。这个滤芯大概是用了4个月，长这样，辛苦它了，有点恶心。换了防霾纱窗之后，新的滤芯大概用了2个月，长这样，感觉装了防霾纱窗之后，滤芯的寿命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开窗的目的就是想让室内通风。夏天不开冷气，室内很容易闷热，太潮湿。因为最近极端气候，台湾的冬天除了潮湿以外，也常常很闷，再加上不通风，久了常常东西都会发霉。但其实啊，青埔的风算大，不能开窗通风，有一点可惜。吹吹自然风，看看外面的绿地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所以啊，空气品质好的时候，我常常就犹豫到底要不要开窗，但是我实在很怕粉尘还有虫。现在听得到外面还在施工的声音，两难之下，我就这样子没有开窗了4年。换了 NBC 防霾纱窗之后，因为它的纱网很密，阻绝蚊虫啊、隐翅虫，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。那防霾的部分呢？看过我开箱影片的观众应该知道，我虽然蛮能接受新科技，但是也很有实验精神，相信新科技可以带来便利，一定都有它的原理。那防霾纱窗为什么可以做到防霾呢？市面上有2大派系，一个是静电原理派，另一个是奈米涂层派。NBC 的纱网是日本生产原装进口的，它属于奈米涂层派。
摸起来很滑。想象一下，它有点类似镀膜，有特殊专利的涂层，像是车子的镀膜啊、居家镀膜，或是衣服上那种 Gore-Tex 材质防水涂层的那种材料。涂层呢可以让灰尘不容易沾黏，它有标榜可以预防到 PM10。像我们平常开窗的时候，外面的扬尘啊就会随风飘起，当它碰到涂层呢就会滑走，不会进到室内，灰尘呢不会卡在纱网上，通风当然就不会受到影响。奈米涂层的防霾纱窗不会影响通风，这也是我很满意的一点，因为我开窗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通风嘛。再来，涂层还有一个优点，除了好清洁以外，就是可以大幅的降低清洁频率，因为它不容易沾黏，自然就不太用清。这2个月用下来都保持得很清透。而且它的清洁不用清洁剂，直接呢用清水冲，或是用湿布擦拭。对我这样子的懒人来说，我觉得维护很方便。能不洗纱窗，谁想要洗纱窗呢？以前啊，建商附的纱窗，为了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保持一种通透感，我大概每2个礼拜或是1个月都会受不了，然后去洗纱窗。不洗的话，真的超级恶心，看出去都是尘土雾雾的。为此，我还买了专门洗纱窗的那种刷子。每次洗啊，冲下来那种灰黑色的泥水。我都会在心里抱怨，洗纱窗也太累了吧！确认和 NBC 合作之前，我当然也爬文看了静电原理的防霾纱窗，它的纱网也很密，通透度当然也比建商附的好很多。而且呢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标榜可以预防到 PM2.5，但是缺点的部分就是在清洁频率还有通风性上需要有一点牺牲，因为啊它是静电原理，粉尘颗粒小的也可以吸附，避免进入室内，但是也会吸附灰尘还有细毛。如果啊你家附近像我一样，很多工地在施工，粉尘很多，或是家里有养毛小孩，清洁频率就要提高。虽然它一样用清水就可以清洁，但是你就要比较常去洗或是擦。如果说它放的比较久，纱网上慢慢累积的灰尘变多，就会影响到通风。这个部分搜寻就可以找到很多静电防霾纱网的通风实测影片。综合评估了以下几点，我是一个怕虫的懒惰鬼，不想要常常洗纱窗，但是我又想要保持视线通透。开窗就是想要通风，所以通风性一定要好，也很在乎空气品质。但空污警报 PM2.5 超标的时候，我呢就不会想开窗户了。加上家里每个房间都有空气清净机，我觉得啊 NBC 的奈米涂层防霾纱窗相对来说比较符合我的需求。先来讲讲丈量的部分。安装前呢，可以先在网站上填表，像我就自己大概量了一下窗户的尺寸，它的官网有线上试算费用的功能。纱网的部分呢是以材计价，我家的纱窗类型总共有3种，第一种呢是客厅的落地窗，还有客房的平网，第二种呢是厨房的3合1通风门。第3个是2个房间有折纱。初步估价付款送出后，就等专人到府来丈量，现场会确认窗户的尺寸，还有窗框的颜色。NBC 的防霾纱窗，它的网线是黑色的。我本来以为啊，黑色的看起来会很暗，没有想到因为光线的折射和吸收原因，黑色啊比传统的白色看起来更清透，而且纱窗几乎隐形看不见。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样本，孔洞真的非常细，据说是48网目。
比建商原本付的大概20网目，它还要更密，而且缝隙更小，也就大幅的降低了小虫入侵的几率。等了几个礼拜后，终于可以安装了。折纱的部分，丈量之后会先在工厂做好，直接带来现场安装。原本建商付的折纱下面都会有缝隙，很困扰。换了防霾纱窗以后，会改成这种卷轴形式，拉出来就是一个平面，没有缝隙。哇，这好细哦，细到像没有一样。而且我觉得拉起来很滑顺。窗框的颜色和原来的几乎一样。解决了折纱，再来就是现场拆装的部分。厨房的3合1通风门看起来超难拆的，师傅咔咔2下就拆好了啦。书房的平网还有客厅的落地窗，果然拆得更快。师傅呢会先在车上现场施工，我很好奇的跟了下去。他们呢会先在工具车上将原来的胶圈割除，拆下旧的纱网。换上新的防霾纱网，现场的手工很考验经验。因为控制不好，很容易就有波浪状。大概30分钟左右，师傅已经将所有的平网更新，就可以上楼安装了。全室安装完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，我觉得非常迅速。而且我本来以为施工会很脏，还事先在家具上面垫了布，没有想到整个施工过程非常快速又很干净。这2个月的体验，我觉得满意度很高。下个月我新家工作室也要交屋了，除了考虑空气清净机、全热交换以外，也会想再装防霾纱窗。我觉得这3个家电加配，对要求空气品质还有通风性的人来说，使用的时机和功能性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能同时拥有，居家的幸福指数一定最高。小孩才做选择，我全要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们来说说费用。以我家的现况，1扇门平网、1扇窗平网、1扇3合1门平网、2个卷轴纱网，整个安装下来的费用大概是32130。以机能型的防霾纱窗来说，我觉得费用不算太高，大概是2台高阶款的空气清净机价钱，同时也延长家里空气清净机滤芯的寿命。我觉得这个价钱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中。最后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：涂层会不会随着日晒而耗损？安装人员的回复是说，他们的机能纱窗是日本原装进口，也有日本的专利，并且是通过 UV 测试的，使用年限5年以上没有问题，售后也有提供保护。NBC 有提供我一组折扣码，输入 ALFBOBOBO 可以打9折。如果说你是打电话说奥波推荐，一样也有9折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先线上试算估价。希望这次的开箱有给防霾纱窗选择困难的你一点帮助。更多的居家分享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哦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频道，和我一起开箱更多家电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